嘿，这一阵子的股市跟财经新闻是不是弄得你很乱呢？一下子股市大崩盘，隔没几天又创下了近半年来的当周最大涨幅。经济新闻跟许多自媒体也纷纷的报道说，9月数据不好啦，美国的经济面临衰退啦，所以美股还没跌完啦。美国经济衰退的疑虑有没有让你不知道自己的投资接下来该怎么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3个我自己在面对目前的市况所使用的投资思维，希望对你有帮助。最近大家都在关注的，当然就是美国经济是不是真的衰退了。我们先来看看衰退是什么意思。最常被接受的定义就是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连续2个季度出现了负增长。这时候我第一个会想的不是衰退是不是真的来了，而是衰退跟我的交易策略有没有关系。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是一个买后不理的 ETF 长期持有者，我的策略就是定期定额的买入几档 ETF， 然后就给它放个10年、20年。对于这种投资者，短期的经济衰退对他来说有影响吗？他需要在乎吗？不需要。基本上不管美国的经济之后到底是不是真的衰退了，都跟你没关系。相反的，如果你的交易行为跟经济衰退有明显的关系，那当然是必须要注意这样子的消息。比如说你的策略是当经济衰退的时候，你预期美国联准会即将会降息，所以在降息的前一刻，你就把钱全部拿去买美国的公债，来锁定高的债券殖利率。这种情况，那当然就需要关注美国的经济是不是真的进入衰退。所以清楚你自己的交易策略或者是投资的计划，你才知道有没有衰退这种新闻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不要看到黑影就开枪。如果你已经在投资，你已经有买入股票，但是你还不知道你的投资策略，不管美国经济会不会衰退，我都很担忧你的资产可能会先衰退。我建议你可以去下方的资讯栏下载免费的检核清单，看一看你是否做到了几点对你提高获利有帮助的投资行为。一旦我们确定自己的投资策略跟美国经济的衰退有关联，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不是去一步一步盯紧着衰退讯号到底来了没，我们最需要做的是想好一套行动，知道说如果美国的经济没有衰退，在投资上我们该做什么，又如果美国经济真的衰退了，我们该对我们手上的股票还有持股结构做什么样的调整，什么该停损，是不是该降低风险，是不是该降低持股的部位，这些我们都应该提前规划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只是等而已，这样子不管是美国的经济真的衰退了，或者是没有衰退，我们都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最后，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它没有衰退的时候我们又该做什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明确知道，对我们自己而言，什么叫做经济衰退？官方或者是普遍大众接受的定义，符合我们的投资策略吗？又或者还有其他更合适的指标，来当做我们判断该怎么行动的依据呢？以我的投资策略来说，经济衰退不是我关注的重点，股价衰退才是我真正注意的指标。如果你原本就已经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观察指标，那就好好的盯紧它。一旦它有所警示，我们就按表操课，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样就不会被新闻媒体或其他自媒体的评论以及报道牵着鼻子走，也不会使用根本就不适合自己的参考指标。如果你仔细思考，你会发现其实这3个投资思维根本与美国经济衰退无关，反而是跟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投资策略有着极大的关联。所以如果现在的经济大环境或者是股市的震荡表现让你感到不知所措的话，不妨你回过头来想想你的投资策略是什么，然后再结合今天提到的这几个投资思维，相信你心中很多的疑问跟焦虑就都不会是问题。好了，希望今天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如果美国经济真的衰退了，股市进一步的大崩盘，我相信你一定会想看接下来该怎么抄底的这一部影片。另外，除了拥有投资策略以外，如果你还想知道有什么能帮你提升投资的胜率跟投报率，去资讯栏看看吧。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这里是艾克斯益智投资，我们下次见。